黑腹只要你养过多幼，你就知道黑腹这种病从来都是急性病，它的发生速度极快，那就是几个小时的事，要不肝指黑头，叶便掉一地。白牡丹就是如此，还有机会夜查，要么整个蜘蛛化水，死得透透的，夜查机会都不给。所以只要黑腹，那么你就要马上立刻处理了，毫不犹豫，手起刀落，赶头急救。那么这就是我处理的经验，不然就和肉肉说再见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。今天老王打破一下常规，所以说你不知道的黑腹的内幕。黑腹潜伏期黑腹病是真菌引起的真菌寄生感染，这一类真菌属镰刀菌属的。镰刀菌是一种非常古怪的菌类生物，平时它们在土壤里过腐生生活，生活形态就像普通的细菌，但是一旦感染了植物体，它们立即就会转为寄生生活。所以一般的寄生真菌，当寄主死亡的之后，很快也会死掉，只有镰刀菌会顽强地进入土壤，继续活下来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土壤里的镰刀菌与幼肉一起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。幼肉们新陈代谢脱落了的根毛，就是镰刀菌们可口的食物。它们与其他的腐生菌类一样，让有机物腐烂，然后从中获取营养。但是别忘了，镰刀菌还有另外一个本领，就是寄生。如果幼肉的根系出现伤口，自我修复能力又不足的时候，镰刀菌就会进入到幼肉的体内，然后感染幼肉的维管束，也就是根茎中传输养分的导管，开始它们的寄生生活。要说感染对于多幼来说其实也不是问题，它们都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但是这是维管束给感染。这维管束更像是人类的血管一样，在多幼往全身输送水分和养分时，此时镰刀菌又正好进入导管，就会随着水分传送到多幼的各个部位。我们可以脑补一下，平时我们的多幼干瘪时，浇上水几个小时就恢复了，那么这镰刀菌也就是在这几个小时到了多幼的全身，所以黑腹一旦发生，就能在短时间内杀死多幼，让人防不胜防。黑腹后的处理方法，那么我们了解了黑腹的元凶作案手段，那么只要有黑腹出现，又及时的发现，那么下手处理的点就在盆土湿度是多少。如果是刚浇完水发现的，那么又马上挖出严重的砍头处理，不然接下来几小时，镰刀菌可就随着你浇下的水到了多幼全身了，那时就为时已晚，结果就是整株挂掉。那么其实我们果断的挖出砍头了，镰刀菌又会如何呢？当然这凶手还是会依然寄生在幼的维管束中，而我们刚才做的砍头已经处理掉一部分镰刀菌，现在又断了水源，镰刀菌就没法再让自己跑到多幼更多的部位，因为镰刀菌自己是没有脚的，只能原地不动的寄生繁殖。也就是此时黑腹从急性病转成的慢性病，也就是它的潜伏期了。我们的多幼也不是吃素的，它们也有很强免疫力，会顽强的抵抗寄生感染，它们会分泌木质素隔离被感染的细胞，木质素不会腐烂，也不会给镰刀菌提供养分。多幼会用木质素把被感染的组织包裹起来之后，成功的把镰刀菌扼死。在给幼肉砍头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幼肉茎秆的前面并非是完全干净的，有时会看到一些褐色的小点点，这些褐色的小点点就是木质素留下的痕迹。这些痕迹告诉我们，这里在不久以前很可能是幼与镰刀菌殊死搏斗的战场。这样的搏斗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的时间。有时候刚刚把一波镰刀菌包围住，却被另一波镰刀菌成功突围，于是再次在体内展开围剿。幼与镰刀菌长期斗争的结果，不仅仅是茎秆里的小点点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会从基因上慢慢适应与镰刀菌共存。比如一开始幼肉对于感染是非常敏感的，根尖上的一点点感染很可能会导致全株掉叶子的情况，但久而久之，幼习惯了这种战争，就不会再通过掉叶子保存后代的方式应对了，而是采取更积极的办法，想法剿灭体内的镰刀菌。这种状况下的幼肉往往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，也许一次不当的浇水就会引发感染的全面扩散，造成不可逆转的黑腹。也许他们能成功的扼死所有的镰刀菌，从感染状态彻底恢复过来，
总结来了。了解了黑腐病的潜伏过程，我们可以收获以下经验。一朝与疑似黑腐的情况时，比如掉叶子、叶片无理由化水这类情况时，如果盆土处于全干状态，可以继续观察。如果盆土潮湿，应该果断挖囿，以便切断来自根部的水分传导，限制住黑腐的扩散。而经历了特别长时间的干燥后，要注意首次浇水的时机，一般选择连续的晴好天气浇水。如果土壤透气性不佳，则应该先浇少量水浸润土壤，帮助幼肉恢复活力后再浇大水。像那些不确定是否是黑腐，又舍不得砍头的幼肉，其实多多少少都感染了，很少有完全没被感染的情况。对待这类情况的处理办法，应该是长时间的晾根。晾根的过程中，由于导管没有水分传输，感染不会迅速扩散，就给了幼肉充足的时间治愈。一些我舍不得砍掉的老桩出问题时，我常常会晾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。这个时间里，幼肉的治愈能力是占上风的。适当黑腐的征兆已经发生，切勿贸然浇灌多菌灵溶液尝试治愈黑腐。这时候吸水只能导致感染迅速扩散，不会有别的作用。多菌灵灌根一般是用来治疗叶面上的真菌感染的，在黑腐已经发生后，治愈效果并不好。这时候挖囿和砍头才是正确的举措。关于多肉黑腐，你有没有更好的了解了呢？对付多肉黑腐，你有什么小妙招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